火爆全网的黑袍纠察队第3季强势来袭，一开播就斩获了9.6的高分，烂番茄新鲜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%。当超级英雄堕入黑暗，失去了正义，又有谁来制裁他们呢？自从祖国人的形象一落千丈以后，炸鸡叔为他们拍摄了一部铲除内粹风暴女的电影，此举彻底改变了舆论的方向，超级七人队再次成为人人追捧的英雄。为此，炸鸡叔举办了大型的粉丝见面会，不料星光带着修一走进了会场，此时的两人已经是光明正大的情侣。祖国人看着害他失去一切的罪魁祸首，虽然很想把修一就地正法，但在至高无上的荣誉面前，他选择了妥协，虚情假意的打起了招呼。修一实在不想和虚伪的两人为伍，借故来到洗手间躲避麻烦，不料却遇到了失踪1年之久的比利。他们这1年都在追踪新加入超级七人队的白蚁，他们正在顶层公寓开见不得人的狂欢派对。比利希望修一签发行动指令，原来纽曼不满意比利暴力的处事方法，竟然提拔修一做他的顶头上司，掌控复仇小队对超级七人队暗中调查。Just photos, no violence, or maiming, or torture, or curb stomping, or setting anyone on fire. Okay, yeah, I'm expense reports you wanted. 法兰奇发现白蚁在和同伴打扑克时，不小心用力过猛撑爆了他的身体。意识到不对的法兰奇转身就跑，不料被缩小版的白蚁偷偷爬进了袖口。就在他准备爆开法兰奇的菊花时，守在门口的季美子及时冲了进来。经过一番搜查，总算抓到了缩小的白蚁。没想到这家伙不讲武德，一口咬住了季美子的大动脉。重获自由的白蚁利用身体的灵活性对两人发起了攻击。法兰奇从袖口掏出枪想要反击，此举不仅没有找到白蚁的身影，反而被他撞晕在地。眼看白蚁即将从嘴巴冲进法兰奇的身体，比利拿着密封袋抓住了他，他不停地摇晃着塑料袋中的白粉，没一会白蚁就口吐白沫昏了过去，看着还不如指甲盖大小的超级英雄。比利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，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，他让法兰奇把白蚁带回局里交给修一处置。可修一的顶头上司却让他们放掉辛辛苦苦抓到的白蚁，因为沃特想让他当灭虫灵的代言人，而且比利在抓捕时强行给他灌了1公斤可卡因。维多利亚并没有太多的筹码指控他有。He's going to the global wellness retreat in Malibu, and in return we're getting Cold Snap, Stacker, and Airburst. Fucking B-listers, really? 3 B-listers, real assholes, Cold Snap for domestic battery.It's not a bad trade. 修一把维多利亚的决定告诉了比利，比利认为用几个无名小卒换取白蚁太不公平，沃特集团有权有钱，想把他们置于死地，唯一自保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逐个击破关进监狱，否则还有人重蹈他们的覆辙。可修一很满意现在的生活，他希望比利能放下对祖国人的成见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可背负血海深仇的比利显然不会妥协，曾经最默契的搭档就此不欢而散。比利看着祖国人在飞机上屠杀平民的视频更加愤怒，他拿出沃特集团研制的超能力事迹，准备单枪匹马干掉祖国人这个罪魁祸首。备受期待的黑袍纠察队第3季强势来袭，祖国人因为入戏太深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。好在炸鸡叔揭露了风暴女内粹分子的身份，并命令祖国人带领超级七人队消灭祸乱的罪魁祸首。此举虽然挽回了部分声誉，但炸鸡叔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当超级七人队的领袖。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，祖国人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2位数。虽然他在炸鸡叔的授意下大义灭亲，但还有少部分的民众把他和内粹女风暴联系在一起，这对沃特集团打入军方的目的极其不利。所以董事会决定让人气更高的星光担任联合队长。迫于祖国人的淫威，星光当然不敢接受，他认为梅芙女王显然更适合这个位置。祖国人虽然心有不甘，也只能乖乖照做，因为炸鸡叔手里掌握着摧毁他名誉的把柄，他只能面带微笑的和星光举行交接仪式。看着不停闪烁的聚光灯，祖国人气冲冲的来到医院，准备找躺在病床上的风暴女发泄欲望。此时的风暴女早已在大战中面目全非，失去了引以为傲的超能力。为了报复残害他的星光等人，他蛊惑祖国人带领他打造的雅利安超人类军队摧毁世界，重新建立优等民族的秩序。可祖国人把名誉看得比命都重，他不允许自己再遭到民众的唾弃，毫不犹豫拒绝了风暴女的提议。他只想找到失踪的儿子，安享晚年。此时的比利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，正在和同伴研究对抗祖国人的方法。他们在士兵男孩的资料中发现，他在阻止俄亥俄州发生的核泄漏时，被数百吨重的钨棒埋在了反应堆下面。可谣言却说是 BCL 红杀死了士兵男孩，它是某种超级枪械或者氢弹级别的武器。如果他们能找到有关 BCL 的线索，就可以利用它把祖国人打得屁滚尿流。伯爵夫人和火药是唯一知道线索的超能力者。安娜给了比利3支015号药剂，它能提供24小时的超能力，足够比利逼问出想要的线索。这也是他们唯一击败祖国人的机会。就在比利准备注射015号药剂时，祖国人却主动找上了门。他此行的目的想要和比利合作，一举把当上联合队长的星光拉下神坛，否则他就把比利的4肢一点点扯断。面对曾经给自己戴帽子的敌人，比利没有丝毫妥协。如果他出现任何意外，祖国人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。
谈判的失败让比利意识到了危险，他安排法兰奇偷偷潜入伯爵夫人的化妆室，准备逼迫她说出有关 BCL 红的线索。不料他的实力太过强大，拥有超能力的季美子完全不是对手。于是比利往体内注射进5号药剂，决定从实力更弱的火药查起。史上最暗黑的黑袍纠察队第3季强势来袭，骄傲自大的祖国人因为风暴女事件，在超级7人队的地位一落千丈。他找到曾经的死对头合作对付新领袖星光，否则就扯断他的4肢。没想到比利根本不在乎他的威胁，因为他手中掌控着能让普通人拥有超能力的5号试剂，只不过这种试剂的有效期只有24小时。为了尽快找出摧毁祖国人的办法，他找到士兵男孩的助手火药，询问他有关 BCL 红的线索。那是一种可以摧毁祖国人防御的氢弹级别武器。火药所属的血债血偿组织虽然和祖国人并无交集，但他们都隶属于炸鸡叔创立的沃特集团，所以火药毫不客气地让他滚蛋。受到羞辱的比利并没有放弃，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件，上面是火药向沃特集团举报士兵男孩虐待他的证据，可董事会却对他的诉求置之不理。如果他把这封信公之于众，无疑会把火药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，遭到超级7人队的追杀。明白自己处境的火药宁愿得罪比利，也不承认士兵男孩曾经虐待过他。毫无收获的比利刚准备开车离开，没想到火药竟然趁其不备发起了偷袭。子弹经过巡航定位系统精准击中了比利的脸颊，只不过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，因为比利事先注射了5号药剂，他现在的皮肤硬度堪比隐形人。火药接连朝比利胸口补了2枪，可子弹根本无法穿透坚硬的皮肤。看到这一幕的比利诡异一笑，对着火药发起了攻击。他轻而易举折断了金刚打造的手枪，逼问造成士兵男孩死亡的真正原因。可火药那个年代还是个16岁的孩子，很多事情只有中英情报局知道。比利以为他故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不停地殴打着火药的脸庞，溅射出来的鲜血彻底激发了5号化合物的副作用。比利不受控制地利用激光眼杀死了他。看着被分割成2半的尸体，比利异常后悔。他给修一打去电话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也许回归平淡过正常人的生活也未尝不可。可修一却告诉了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发现：他的顶头上司维多利亚竟然也是一名超人类。修一亲眼看到维多利亚利用意念杀掉了男友，这表示维多利亚就是第2季的隐藏黑手，他才是超人类计划的真正首脑。修一认为的胜利其实是被人操控的，他认为只有按照比利制定的计划才能彻底消灭黑暗的超级7人队。此时的祖国人还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，正在配合秘书进行现场作秀。一个貌美如花的犹太女孩正准备跳楼，她要利用超能力把她救出苦海，以此来撇清和风暴女的关系，赢得民众的支持率。没想到她突然收到风暴女自杀的消息，她选择祖国人生日这天自杀，完全是为了给她添堵。愤怒的祖国人完全没了救人作秀的心情，他利用激光眼威逼女孩跳下了高楼，在楼下等待的秘书羞愧地捂住了镜头。身为新领袖的星光立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他说祖国人给他们的基金会投资了1000多万，他虽然是超级英雄，但也会犯普通人的过错，民众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不可一世的祖国人立马拆穿了星光的说辞，他不会向任何人道歉，他这一辈子都被有钱有势的人操控，实际上他才是最优秀的人，他才是唯一可以拯救民众未来的人。这番言论一经发表，祖国人的支持率上升了21个点，达到了惊人的96%，这让破罐子破摔的祖国人找回了自信。他不仅把深海重新召回到超级7人队，还威胁星光和他组成情侣。备受羞辱的星光想利用飞机上的视频威胁，没想到祖国人却说 Then any domestic defense capabilities, and the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, cellular, internet, that kind of thing. 看着毫无底线的人渣，星光最终选择了妥协，属于祖国人掌控的时代再次回归。曾经的屠龙少年一转身便化成了恶龙。比利为了调查能杀死祖国人的超级武器，毫不犹豫往体内注射了015号化合物。这不仅让他拥有了刀枪不入的躯体，还利用镭射眼对炸药严刑逼供。软弱的修一很不赞同比利的做法，这种仗势欺人、草菅人命的行为和祖国人有什么区别？可比利却认为，只要能查到有关超级武器的线索，利用一些特殊手段也未尝不可。随后两人来到布兰顿海滩的俄罗斯杂货铺，妮娜是唯一知道超级武器下落的人。比利直接拿出了数十万美元的报酬，可妮娜却对白花花的钞票不感兴趣。只要比利能帮他杀掉欺负他的黑社会老大，他就把有关超级武器的存放地址告诉两人。于是复仇小队便坐上了前往俄罗斯的飞机。比利让季美子冒充名媛混进聚会，毫无戒备的黑老大正在向女孩们介绍超级英雄的收藏品。The Jeep Flander Pounder, Black Noir Silent Screamer, Ribera, Come。不料却被季美子一棍爆头。看到霸凌自己的黑社会老大躺在血泊中，妮娜把超级武器的存放地点告诉了比利。为了防止行动中出现意外，比利偷偷地注射了015号化合物，不料却被准备上厕所的修一撞见。I want to try some. This shit is poison, Huey. Lad like you done with no part of it. What, you mean like a loser? Sooner or later, Homelander will find right. Annie's in just as much danger. Homelander almost lasered me in half in front of her, and it was like I was back with every bully that I ever had, just taking it.
在修一的恳求下，比利给他注射了最后一支化合物。随后，一行人来到收藏超级武器的实验室，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俄罗斯的军事基地。老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，他以为妮娜出卖了他们。可比利深知富贵险中求的道理，他已经注射了5号化合物，身体的硬度堪比超人，对付手持 AK-47的守卫不成问题。于是他挥动撬杠切断了电源，趁守卫排查故障，偷偷溜进了军事基地的实验室。就在一行人四处搜索超级武器的线索时，笼子内的小仓鼠突然暴躁起来，显然它也被注射了超人类试剂，没一会便冲破牢笼逃了出来。如此大的响动触发了实验室的警报系统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对几人展开了攻击。面对强大的火力压制，比利只能缩在角落反击，没一会子弹便消耗殆尽。看着被特种兵挟持的法兰奇，比利一声怒吼冲了出去。面对无数子弹的攻击，他丝毫不惧，直接利用镭射眼解决了所有守卫。结束战斗的比利打开伫立在实验室的大铁箱，里面竟然囚禁着消失数十年的士兵男孩。原来他并没有被超级武器杀死，而是被俄罗斯专家当成小白鼠囚禁起来，用来研究改变普通士兵体质的药剂。重获自由的士兵男孩获得了远超祖国人的力量。此时的祖国人还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，正在重组名存实亡的超级7人队。臭名昭著的祖国人为了恢复往日的荣誉，竟然逼迫良家少女星光成为他的伴侣。被戴绿帽子的修一急忙找到星光商量对付祖国人的办法，不料却被他当场撞破。星光连忙解释他们在商量沃特集团的安保系统。老谋深算的祖国人并没有多做计较，而是在修一手臂上写下一行字，开始嘲讽。Well, that's how me and Maeve started out, and that got quite spicy. 愤怒的修一刚想反击，却被星光拦了下来。他警告祖国人不准伤害他关心的任何人，否则他就不会得到现在的欢迎度。一向重视名誉的祖国人选择了妥协，他保证不会在这个阶段不会做出伤害修一的事。身经百战的星光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，立马找到梅芙女王商量对策。梅芙说他早就在计划对付祖国人的办法，包括对付祖国人的超级武器也是他透露的风声。现在只需要为比利几人拖延时间，再找几个强有力的盟友，就可以一举打败骄傲自大的祖国人。于是星光找到前男友超音速，希望他加入对付祖国人的行列。面对女神的请求，超音速并没有拒绝，因为沃特集团的首脑炸鸡叔已经准备敲打一下祖国人。他希望维多利亚在新闻发布会上揭露祖国人的丑闻，没想到面对镜头的维多利亚却话锋一转，大肆指责炸鸡叔滥用药物，操控超能力者打乱世界的秩序。看到这一幕的梅芙心都凉了，他大声斥责祖国人的行为，没想到祖国人却说 Something I should have done a long time ago. This is a superhero company. Always has been. Belongs to us, not him. So I set things straight. 原来维多利亚并不是炸鸡叔的亲生女儿，她只是利用5号世纪培养出来的武器，用来控制沃特集团的超能力者。祖国人利用5号世纪的配方让她成功叛变，得到配方的维多利亚把世纪注入到女儿体内，企图让她成为超越祖国人的存在。解决完内患的祖国人嘲讽起炸鸡叔，也许沃特集团已经超越你的掌控，现在是我说了算的时代，你应该提前退休了。没想到炸鸡叔却反击道 It was to play all sides. She's more like me than I ever imagined. But I am curious. What did you give her? A little respect, Stan. Something you should have given me. 倍感羞辱的祖国人立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不仅大声斥责炸鸡叔的无耻行为，还抱着星光来了场浪漫的空中之旅。只不过这场旅程充满了阴谋诡计。当两人赶到沃特集团的楼顶，发现超音速已经被人杀害。祖国人说火车头告诉了他们叛变的消息，杀掉超音速只是为了给星光一个警告。现在的沃特集团他才是老大。星光看着前男友的尸体，不由得泪流满面。他们真的能消灭释放天性的祖国人吗？这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。